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 Ella， 我是倩。今天第14集，我们要痛批一下我们讨厌的11个陈旧的思想。哇，准备好开大炮了吗？因为上次有一个姐妹说我们好像尺度还不够大。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住在里斯本，可能太开心了，没有太多的这个怒气，没有这个非黑即白的这样痛批哈，所以今天我特地喝了3杯咖啡，就为了待会儿可以看看这个效果拉it out。那我们应该抛弃哪些陈旧的有毒的观念哈？因为我们可能你看从国内一直逃到了南欧，肯定是在逃离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从小到大，今天我们整理了11个那种老话总是在告诫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干扰别人的人生，我觉得好像是一种中国文化当中一个比较凸显的。我经常开玩笑说中国人有点 judgmental， 但是 judgmental 这个词中文都很难去翻译，就好像 it's normal。你觉得你会怎么翻译啊？评价，对，就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去评价别人。但是7大姑8大姨评价好像是一种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今天的很多陈旧思想可能都跟这个有多多少少的关系哈。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你可以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算是一种以毒攻毒吧，因为我们一直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是一种毒，不用把这个理念套入你的生活当中，因为我觉得这些思想旧的思想是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就是一些封建时期留下来的，让它过去吧。对，而且就是世世代代还在相传。你最讨厌最不喜欢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我觉得我最害怕最讨厌听到的最 trigger 我的是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是不是汗毛竖起？对 James 帮我弄一个怒火上来。还有包括类似的哈，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什么这一句话会让我反应最强烈？就是因为我觉得 it's the most wrong。 我都从何说起？好像在告诉我啊，我到了这个时间应该要结婚，到了这个时间应该要生小孩，可是这是毫无道理的。我真是觉得这可能是最封建的一种思想之一哈。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有毒的后果？你会可能某一天突然发现，你进入了一段错误的婚姻，或者说你生了不该生的孩子等等，这样一些就是因为你觉得有外在的压力而做的事情，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还是跟错误的对象哈，这种祸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你是可以有很多次选择的机会，但是每一次确实是有代价的，不可否认。它阻碍了你真正去自我成长，去寻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而是让外在帮你做了一个这样的填空啊，你最终还是会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是需要去做自己该做的功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毒药。你呢？我很赞同你，因为我觉得就像赶末班车那种感觉，让别人有那种特别紧迫的，就是好像错过了这个时间，我就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了，对不对？我错过了30岁，我就好像不能再结婚了。这些我觉得是非常有毒的思想。你天天如果在想这些的话，你的那个心态得多焦虑。对啊，其实现在我是33岁哈，我发现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 out of order 的，就是比如说应该什么先认识一个你的伴侣啊，考虑结婚呀，在一起考虑买房呀，在一起什么养只狗啊，买辆车啊。因为我的恋爱20几岁的时候一直确实不太顺利，我就发现如果我要去等到那个对的人再跟我一起去买房买车养狗的话，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反而会有一种这个焦虑感，就好像有种人生失控的感觉，这个 control 不在我自己的手上。所以我就买了房子，也买了车子，然后还自己养了一条狗。我就发现啊，放开了，算了。正确的人出现的时候，
他还是挺合算的哈，就可以。我的狗都已经养这么可爱，这么大了，它可以这个 swoop in 啊，可以去拥有或者说分享我现在所有的。但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吧，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秩序和过程，对不对？也没有一个应该要达到的这个时间节点。对，对，就所谓的什么30而立啊，这些，我觉得这个福布斯的那个30 under 30啊，每次看到的滚火就觉得就是滚火，这有什么好羡慕的，还好炫耀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那很多人就是大器晚成，对不对？很多人他是那个 late bloomer， 那这个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难道他就是一个失败者吗？对，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去看一看那些福布斯30岁以下30个就成功的人这样的榜单，这些人最后都怎么样 ？Yeah， 因为你有没有觉得小学的时候成绩最好的人后来都不行了？其实你30岁之前拔得太高，你之后有可能就没有这个 fuel 了，没有那个动力了哈。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20几岁的时候，跟现在的这个思想的或者说对自我的理解的差距有多大，或者说处理情绪问题的能力啊，包括对世界的这个观点啊、看法等等，差的太多。我们上次也说嘛，为什么聪明的人一成功、一有名、一有钱就容易坏？对。出名不要太早，这个好像也是个成就观点。可是，对，就其实这个在音乐界是真的，因为有好一些就是那个 prodigy 这样子的小孩子，神童，对，他们就背上了很重的这些担子。你看才几岁就要好像live up for the standard，然后到了就有好几个我认识的，比如说那个 Midori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提琴家，日本的，他就是到了后面他就快精神崩溃了，就对他来说就是这个担子太重了，好像觉得你越早看到这个苗头，越早看到你的成功，好像你就是一个奇迹一样子。对，你看这个童星当中这样的例子，我觉得是大多数吧，迪士尼啊，包括什么小鬼当家那个小演员，对不对？他们后来都要经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自我的挣扎哈，很多都是有毒品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你看他们找的伴侣都是这个红旗大大的飘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有的是因为家长从小对他们的这个推动哈，就让他们变成了童星，所以原生家庭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有的是因为这么小就接触了这么多这种很强烈的价值观，镁光灯，对不对？名声、钱然后你会吸引来很多不好的人，有不良的想法，对不对？想要靠近你的话，利用你，所以其实他们所遇到的这种人生，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是，看那个 Britney Spears，Britney Spears， 他是一个Miley Cyrus，包括这个小鬼当家那个男演员，不是吸毒啊什么，对，找了一个好像是亚裔的一个女孩子，两个人现在是非常的恩爱。他说是这个女的把他给带回了这种正道，就是那种戒毒所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这样。所以其实当童星，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 curse， 就像中彩票一样。是，对，中彩票的人基本上2年之后钱都花光了，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对，而且说实话，这个30而立，现在对我来说，这个30岁这个bar也太低了吧？就是我自己30岁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是个小孩子。对。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的压力？我还要有给自己很长很长的上匝道，对吧？就是一个 ramp。我想要去不断的去学习，我还没有想要去往外不断输出。其实这个读博士的朋友，尤其是毕业都已经28、29岁，医学生也是，你要开始成为一个专科医生，你已经30出头了。对吧？我会希望大家能够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成长，去 expand， 不要有这个需要结果的这个压力。想到这个30的这个界限嘛，就是难道你30岁以后就不能再做小孩子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就不能够再有童真嘛，对不对？就不能够再玩游戏嘛，或者是再去操场上疯跑嘛，对，就是好像觉得你到了这个年龄，你必须要很得体，讲话要怎么样，对，你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就是有情感的这个动物。对，你让我又想到了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什么妈妈27岁的时候都已经怎么样了，妈妈什么什么的时候你已经多少岁了，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代际的这种比较哈，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妈妈跟我这一代本来就应该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跟前辈走的都是一样的路那我的进步在于哪里？这个时代的改变对我的影响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妈妈怎么样，
我就不应该那个样。走反的路线。对，是有原因的，对不对？我最不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棒打出头鸟。哦，对，这句话我就觉得就让你会觉得很胆怯，很畏畏缩缩的。就是我就在想，那么多人类创造了这么多的奇迹哈，然后有这么多文明上的进步，都是因为有那个领头的。对，你就然后这句话，我觉得就让很多人，特别是在这个儒家思想当中啊，就是非常的懦懦弱弱的，对，中庸嘛，对吧？对，中庸就是不要去出头，不要去。那你万一在街上看到一个就是抢劫打劫，你就没有站起来打这个抱不平的这个勇气或者是能力。对，因为其实我记得啊，这个我们回去要再查一下，可以打字幕。就是中庸本身的意思，其实现代社会是理解错了的。中庸并不是要教我们去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中间的那个人，不要去出头，不是这个意思的。我记得你说的很对，就是其实我小时候，我父亲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对我的榜样作用，就是他是会站出来做，不是说做英雄，就是去见义勇为的。但问题是我不是男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学了以后，我就会觉得我把自己放在了危险当中，我也会站出来。是，我也有这种，就是我有被男生打过，就是这个原因。真的，对，但是我打回OK， good， 直接往他当下一踢。对，不是说要大家去就是真的是 physical 打架，对，打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作为一个思想非常前卫的人，有这个领先的这个能力，不要因为这一句话而不敢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表达出来。Ella 之前也分享过自己在巴黎的时候3次被抢，对吗？每一次旁边有那些正在吃饭的人，居然都不会帮助你，甚至他好像眉毛都不抬一下，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啊。当然，这样的情况大家可能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不会这样怎么样。但是这其实就是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就觉得其他人都不站出来是有原因的。就我也不要站出来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对，但是其实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哈佛商学院的时候，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请到一些有争议的嘉宾哈，大家都有一个急切想问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敢问，因为他们会觉得为什么其他人都不问，别人不问，一定是因为这个问题是蠢问题。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是那种没有过滤器的人嘛，我就会举手，产生了一个很有这个价值的这样一个对话。之后我的同学就会迎上来跟我说，他说我很感谢你今天问的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很想问。我心里就在想说，天哪，就是哈佛的学生都是这个样子吗？就这么的这个 conforming 吗？他害怕跟别人不一样，他就想走在这个两条这个 guardrail 中间的这个道路上面，不愿意跨出来。对，我其实觉得人只活一次嘛，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担心什么所谓的后果。对，你如果能够成为这个出头鸟的话，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别人看不到的这个风景，获得别人可能会没有办法想象的这样的额外的价值。对，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值得的。对，是，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葡萄牙，这个正义感是很浓厚的一个国家。是的，就比如说我在街上遇到一些就是小麻烦，你会感觉到这个是有一个人只要站出来之后，哇塞，那一堆人就会过来帮助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社会温暖。是，对，我2次看到醉的，或者说好像是有这个毒瘾的问题的人在街头，明显是需要帮助的，周围一定是有人已经在帮助的。2次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经过的时候，旁边的人告诉我们已经打了救护车了，已经叫了警察了等等。对，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温暖。对，当然这个整个环境也要给你一种信心，让你知道你做这样子的事情是不会有不好的后果，对吧？至少是，那你才会愿意去做。对，在香港我就不会做这个事情。这个要剪掉吗？不剪，我每次2个主题嘛，一个蒲吹，一个踩香港。没有，我只是希望这个社会进步，就是对，我是希望看到进步的。对，说到这个棒打出头鸟，或者说女孩子不要抛头露面哈，我就想到，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我一开始接触到很多的多种多样的美国人，我会发现哇，为什么美国人他的性格的这个范围这么的广，就是有很多很夸张很 crazy 的疯狂的人。但是我就想起我自己的同胞，我就觉得中国人好像都很正常，对不对？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发现是不是也有可能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包括东亚的文化，都是比较compress 我们到中间，对不对？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正常一些，不是那
那么的鼓励这种很个性化的表达。有好有坏嘛，对吧？就少了很多那种很 crazy 的自以为是的那种很自由的美国人，拿着武器就出来了。Oh my god， 少了很多像美国这样的奇形怪状的人，但是呢，好像也把我们变得更压抑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有一些 repression 的这个压抑所在的，它最后还是会爆发。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国家的人都是非常正常的，说不定 something is wrong。北欧那些我觉得there must be something， 就是一定会有一些深藏在这种火山底下的那种情绪没有被发出来。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很相似，就是女孩子不要抛头露面这句话，你有没有小时候听到过？有，对。结果我们现在特别喜欢抛头露面。对，我现在就是觉得我let me be your voice， 你看let me be your voice， 这好像是一种现代裹小脚，因为你知道在裹小脚那个年代，大家也没有觉得裹小脚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才会发生嘛。所以说你反观现在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未来回头看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这个是那个年代的裹小脚。我觉得就是这种女孩子不能这样，女孩子不能那样，这样子的观念。我也希望大家尽量忍住，不要去判断别人哈，让别人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让他们踩到这个线之外，因为他们这样就去踩了之后，也许这条线才会变得更宽，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即使不是那些最极端的想要去支持这些改变等等，但是我会希望相信的人让他们去支持，让他们去踩这些路出来，对，那我们才会有就是往那个方向的改变嘛。对，是这些人才是驱动力。是，必须要有经过这个过程才能看到改变。如果我自己的胆子没有大到那个程度，我不能去做那群人之一的话，我至少能够 uphold them， 让他们去支持他们，对吗？让他们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对，我觉得我确实是咖啡喝的有点多，有点亢奋。讲到这个那个滚火的情绪就来了。对。那讲完了我们两个各自最讨厌或者说最害怕的这个成就思想之后，接下去我们还有9个也是非常让人生厌的这样的成就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一定要等到填空我才会快乐。然后这个空当中呢，有很多人会填我一定要等到我变得足够美丽啊，我一定要等到我变得足够有钱呀，我一定要等到我什么很瘦啊，我才能够去吃好吃的。对，这个其实我真的是非常深有感受啊，因为我是在30岁出头的时候就决定我等不了了。我之前是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想要早退休，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早。我给自己设定的心理目标原来是我要挣到足够多的钱，让我就是可以每年跟家人去欧洲商务舱度假无压力，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状态度假的状态作为一个我对于财富足够了的这样的一个标尺。现在发现 ain't nobody got time for that， 就是我等不了，因为我觉得30岁的时候的这个青春年华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哈，我的身心脑都在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体会生活，能够去这个全职做体验家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我可能牺牲的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经济的100%的安全感。我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去拥有我根本不缺钱，我现在付起账单来的时候确实会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慌，但是我得到的也很多，对不对？我可以在今天星期几啊？星期4，我们可以星期4来录一期没有钱赚的视频。会有的，要向宇宙赶紧。对，所谓的我一定要等到怎样才会快乐，对我来说一定是行不通。而且我确实也看到周围很多有这样子观念的人包括我的前任，我又要拖出来打一打。就是他经常会说再等6年退休，那个6那个数字就没有变过，你知道吗？今年是再等6年，明年还是再等6年，所以我就发现他在骗我呢，他在骗自己呢，对不对？越是这样的这种条件句式说的很多的人，他越是在这个条件当中他没有办法走出来。我觉得那些真正的能够找到快乐的人，他早就已经在行动了。说实话，如果你真的要去找科学依据的话，早就已经有了。就是这个钱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幸福感是不是一直是成正向的这样一个关系？其实这样的这个研究遍地都是，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这个消费的层级，可能是6万美金，可能是9万美金，超过了这个收入层级之后，你再去多赚1块钱，跟你再获得多1分的这个幸福感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也就是说，其实到了这个收入之后，其他的还是要靠自己。
其实这一点我也很有心得，就是我发现在大学毕业以后哈，一直到我裸辞的这个10年的工作当中，我的这个资产和收入确实是一直在涨，但是我的对于经济的安全感没有呈直线上涨。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正向关系的，到后来我就发现我没有达到财富自由的这个程度我就一直陷在这个会穷死和可以有钱可以足够过5辈子之间这种中间地带，你觉得好像永远钱都赚得不够多的这个状态，无法这个放松下来的状态。所以我发现其实获得这个经济安全感是一种额外的能力，而不是说你钱到了多少就能够拥有的一件东西。在有钱呀，在变瘦还是变美这些方面，其实你的等待都是徒劳的，因为你要去做一些主动的工作，主动的这个 self work， right， 在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上、情绪能力上面去做一些功课，去获得这样的安全感。做这个播客就是我不想等待的，对，我觉得我一直是有那个除了音乐之外，我还有很多想法的一个人，然后我不想把自己局限于在一个古典音乐圈里面，就是一个 nun， 就是一个尼姑那种修女那样子的。我身边大部分的人都是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我会觉得，为什么就是古典音乐在往下走，就是因为没有人去把这个 voice out， 没有人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没有人去说，没有人去宣传，然后所以当然虽然我们的播客跟古典音乐不是说完全就是一致，但是我觉得这是都有影响的，所以这是我完全不想等的。我跟自己说，我受够了，我想给自己创造一个这样子的平台，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除了音乐之外的一些观点也是可以跟输出，跟美学合在一起，可以输出。我们现在你的很多同行是不是就是想要把自己的一个这个技艺先做精湛了，才会去考虑其他的事情？对，甚至就是一个人就只能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思想，然后也是应该抛弃的。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多才多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是可以？他们觉得你不务正业，对不对？对，他就是觉得你是不务正业，你应该你录播课，你去练练琴吧。我劳逸结合呀，这个对啊，不务正业可能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陈旧思想，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发现，对我来说最健康的事情就是可以多条腿走路，就是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portfolio career， 对有多种多样的这个文件夹般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构想，我的多种多样的这个创造力可以得以释放，同时其实也是一种分散风险的一个方式嘛。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该抛弃的一个就是当然比较新哈，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对我好，我不值得爱，对吗？对，我不值得，我不够美，我就不能够得到好的爱情。对，我不够聪明，我就不能去好的学校，或者是我没有从这个学校毕业，我就不能去申请这样的工作。对，就是那种不值得感，对不对？就是好像觉得我一定要有用，我一定要有价值，我一定要什么出色，成为了怎么样的人。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欧美男性和亚裔女性的这个搭档哈，在这样的这个组合里面，你真的会发现我们这些东亚女性哈，受这个想法的毒害还是蛮深的。就是我们需要自己有价值、有用出色，才觉得我是也许是值得爱的，而且一直要保持你的这个价值要能够展现对方才能够保持爱你的这个状态但是男方就会觉得，我不能就爱你这个人吗？我不能为了爱你而爱你吗？我现在都还 struggle with it， 我还是不是100%的去相信。我也是有那个Asian 的这个 trait 在里面，就是觉得他爱我应该是因为我的各种的 quality， 并不是说我这个人。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慢慢改进的。在这个教育当中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有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学校，那我这个未来是我不敢想象的。对，就是我没有从哈佛毕业，我就不敢去申请什么好的工作，或者是我就不配去好的工作。其实你知道我在小红书上经常卖哈佛这个流量密码，对不对？经常被人骂。对，但是其实被人骂那些我真的不在乎，但是我很在乎的有一种反馈是什么？就是有些姐妹她会说，虽然我不是哈佛毕业，或者说虽然我学历或者轨迹没有你的出色，但是我很有同感。然后我就其实心里现在想到都还是觉得有点激动，就是我会很希望大家不要用这一点来开头，说我没有你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跟你有相似的感觉，好像是
有一种就是含胸，对，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请这个丢掉第一句话。我想说的是，所有人都应该值得这样子的想法，值得这样子的感受。你不需要 been there done that， 你不需要有过什么哈佛耶鲁的学历，不需要有过做到什么 VP Senior Director 这样子的职位，你也不需要年薪100万。我的那些 title 其实都是一个是流量哈，另外一个是想说，其实我甚至看到周围的同学有更高的层面，但是发现也真的是如此而已。对，如果说你想在半山腰或者怎样就离开的话，离场哈，完全是可以的。对啊，所以千万不要有这个我不值得这个，我不值得这样的包袱。对对，你看那个 Huberman， 他不是很厉害吗？你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OK，move on， 下一个，你来打，你来说，我来打。对，那下一个就是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呢，首先我想讲，其实有那么一点的这个价值所在，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讲的所有的这些所谓成就的观念，它一定是有那么一点点真相所在的哈，曾经是有过，对，或者说就是现在被曲解呀等等我觉得门当户对就是其中之一。很多人说，如果说门不当户不对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这个未来的潜在影响。我觉得有道理在，但是呢，我觉得对于这种门当户对的定义，大家可能也会比较的窄。比如说经济上的，对吧？条件上的，比如说他的学历上的，我觉得都是太客观、太外在的这个很限制性的这样一些想法。其实我跟我的伴侣就是来自于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领域哈，可以说他不懂我的，我不懂他的，但是其实你去掉了这个表层之后，去看我们本质是什么样子的，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的道德感是很相似的，我们对于这个灵活度的把握是很相似的，甚至我们在家里觉得这个是足够干净了，或者说这个是脏到一定要清理了，都是很相似的。所以其实还是会有很多这种匹配度的这个考量的方面。对不对？你说在19世纪、18世纪那个时候，你要就是去确保每个家族之间的这个经济效益，那可能是很重要的。因为结婚是一个经济的行为。对，现在自由恋爱了之后，那我在想，除了印度，还有这样子的，就是可能中东国家，他对这个还是比较看重的。但其实你自由恋爱之后，你有资格去选择自己的对象。我觉得这个把门当户对应该改一下，改成价值观、宗教观，还有就是道德观，要在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行线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对未来的这个想法呀，包括对于自我成长的追求等等，这些都是我曾经拖过后腿的这个就是发现跟之前的伴侣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哈。其实你刚刚有说到这个安排婚姻 arranged marriage 对吧？在南亚国家，其实除了印度之外，还有什么孟加拉、斯里兰卡都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中东地区，然后非洲一些部落都还存在。我其实也很好奇，这个安排的婚姻到底跟这个自由的婚姻因为我有读到过，好像说这个结果其实差不多，或者说甚至安排的婚姻会更幸福。我仔细查了一下，因为一个婚姻是否成功，其实它很难去衡量。对，如果说你不离婚，也不代表这段婚姻是成功的。其实在南亚这样的国家因为安排婚姻非常非常的多，它的离婚率其实是低的。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说反对你离婚的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你都已经是这个见一面就结婚的这样子的文化社会，当然是不会去大肆离婚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离婚率是不可能高的。但是呢，它可能幸福度、满意度还是挺高的。为什么？因为它也达到了一些这个经济上的效益，就是它本来就把婚姻去视作一个获得这个双方的这个经济平稳一个工具你种瓜得瓜了对吧？不要因为这个观点而限制自己在选择对象的这个自由度上面。喜欢上一个人，但是一看到他家庭可能跟你家庭没有很匹配然后你就会觉得那算了。我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就是男孩子人非常非常好，但是他们家庭呢对我非常的苛刻，他们家庭觉得我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对，就觉得我是好像不健全，我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然后也很在意我是重庆出生的I don't understand why 对，他们父母一直称我为四川姑娘。哇，他们哪里人？北京戴有色眼镜来看待我，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父母是怎么样不代表我会是这个样子的人，跟我的那个发展没有任何的关系。对，最终还是看人对不对？对这种地域歧视我就觉得就是在那种老一辈的当中他们就很在乎，好像你必须是一线大城市里面的
对，他们家的儿子多金贵啊，北京户口。对，确实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小红书上有一个博主，他也是做播客的，叫鬼鬼祟祟的树，好像就是他是一个20几岁的这个家里条件很好的富养出来的女孩子，去读这个哲学 PhD， 在美国在读哲学博士。她就跟她的那个老公，一个德国男生，也是读什么黑格尔这样子那种文艺型的男生结婚，结果这个男生居然跟这个女孩子的闺蜜走到了一起，还要抢她的房子，抢女孩子的就是父母给她买的房子。那很多人就出来说这个男孩子家里条件非常的不好呀，就很自卑啊等等。我想到以后真的还是觉得就是身上发冷。对，所以说你说这种条件很好的女孩子防不胜防，门当户对属于我们可能讲到现在第一个，就是你似乎应该去相信，又似乎很难完全深信的成就思想。我绝对不会有抱着一种如果我是那个博主，我一定很早就看出来这样子的想法。看不出来的，很多人性是要经过好多的时间，好多年。对，但是婚前协议一定要签。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要往结婚走那个路线的话，我觉得婚前协议是一个必要的。很多人对这个很介意，我一点都不介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必须的。对，你少了很多很多之后的纠纷还有争论。我想签婚前和婚中，就是你在婚姻当中再 review 一下。对，是。下一个呢？下一个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以前说的什么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太强，男人就不喜欢的。不要那么强啊，以后没有男人要。我小时候有被这样劝过女性的长辈。你现在你觉得有道理吗？现在反过来了，感觉。对不对？大家都想躺平。这个 Ali Wong 不是我觉得很喜欢的一个这个喜剧演员哈，他就在最早的这2期节目当中有讲到过 I don't want to lean in, I just want to lie down，就说出了我们很多的心里话。他果然也是在成功了之后与他的这个老公离婚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男性的职业发展的不怎么样，女孩子Ali Wong 的职业一路高升。对不对？所以一定会造成他们的这个能量上的不匹配。对，这个太多了，这样子的例子。不好好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消化的话，一定会变成这个很大的隐患。对，这也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为什么两性之间不能够有一个这种，特别是在男性方面，他们看到女性比自己强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那种对自己好像觉得自己认输了的那种感觉？对，他连开车都不能批评的嘛。更别说就是被这个女性取走了光环，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破的现象，具体可以听我们的第11期。对，这个有待改变。还有一种就是女性的职业发展太好太成功，造成这个婚姻的破裂，其实是来自于女性这一边的。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自己完全可以功成名就啊，给自己赚面包啊之后，你再去审视你的男性伴侣，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男性伴侣真的没有办法提供很多你自己无法提供的价值。对，所以说当你发现这个两性的关系的天平完全会倒向一边，你获得钱，获得这个生孩子，你还可以照顾孩子，你还可以做饭，你还可以这个那个，你还长得特别好看，你需要对方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动态平衡了。失衡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是女孩子离开这个关系。对，大部分好像都是女孩子选择离开，因为她觉得已经也没有必要再待下去了。对，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两性关系没有很快的这个进化到男性可以创造出一些新的这个提供价值的这个方式。对，他还没有子宫可以生小孩。对，而且那个在还有心理上的这个 emotional 这个上面还没有情绪价值，对，还没有到那一个，就是他不能那个醒来以后就说，我可以今天提供情绪价值。这样子的婚姻破裂其实还是有因可诉的哈。是的，女性太强，男性不容易喜欢，这个我觉得也是想要 dispute 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男孩子他的寻找伴侣的时候，也是需要寻找跟自己相似的人。在美国有这样子的发现哈，就是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跨这个经济阶层去联姻的这个概率越来越小了，更多的是本来就是在同一个这个 social economic class 里面的时候才会强联手。所以其实跨越阶级这件事情，在中国和这个美国通过婚姻要开展的话就越来越难了。女孩子其实如果真的想要所谓嫁得好的话，其实你的
目标也就是一个，就是把自己做得更好嘛。不要怕自己太强。以前说什么女博士嫁不出去，对不对？现在根本不会。是，现在应该是很抢着要的。对，下一个也会引起大家争论的，就是以前所谓的这个时间就是金钱。你怎么看？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好像有对有错的一句陈旧思想，因为有的时候我就很想对南欧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不要浪费我的钱，不要浪费我的钱啊！对于很多我们视时间为金钱过度的这样的一代人来说，有的时候忘记了时间也是可以用来浪费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前30多年生活就是没有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时间，好像觉得一定要把时间变成金钱。我们需要看到时间的成本啊，尤其是刚才也说到这个30几岁的这个青春年华是成本非常非常高的。如果我用这些时间去换取工资，我一定要看到背后的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再做相应的这个决定，对不对？时间富裕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time rich， 我们两个人都时间上相对比较富裕，能够做自己爱做的事情，需要学会不忙的过人生，这是我觉得我和我很多相似的这个精英背景出身的人所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的背景非常的相似，而且是同一时期裸辞的。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是这个美籍华人，所以英文比中文好啊。他说我们要学会 live our lives， we have to learn to live our lives and not let life live us，不要让生活来过我们，被动的那种把时间推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对，我觉得时间比金钱更重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哈，因为可能以前我在想80年代、70年代，大家都是非常拼命的那个在创造经济效益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句非常鼓励人的话，对不对？有时代红利的时候，你确实可以去花一些时间多赚些钱嘛。是我记得深圳在好像70年代改革刚开放的时候，就是以这句话来作为好像到处都能看到一个标语那样子的。我当然也觉得它也赋予了这个城市很多的魅力，还有很多的成果。对，但是又过了50年之后，这句话可能需要再考证一下了。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每个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印记哈，但在这个经济比较衰退的时候，其实时间能够换到的金钱是很有限的。我想说，时间不等于金钱，时间可以换成金钱，但是还可以换成其他很多的东西。对，在合适的时候，在合算的时候做兑换。对，时间还可以是自由，还可以是快乐，还可以是就是休闲，就是做do nothing。我们和狗狗每天的这个相处的时间，你肯定不能说是赚到了任何的钱，但是你也绝对不可能去把它换取其他的价值，对不对？我之前算了一笔很有意思的账，就是我裸辞以后已经2年了哈，2年没有赚那个工资单，我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隐性的价值？我觉得很有意思。结果一算不得了算出来的结果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就是我躺赚了27万美金每年哈。这些钱的来源是什么呢？首先，一是工作的时候，如果说每天获得一些有毒的情绪，我现在没有承受这些情绪的这个必要了相当于每天省了100美元，因为我如果说可以去换取不去承受这些有毒的情绪的话，我愿意付100美元，是这样一个想法。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2年5万美元。入睡前不再焦虑第二天需要上班那你的睡眠质量就获得了，对吧？这个相当于大概2年1万美元。裸辞后可以随便住在哪里，可以省钱省来的钱，我从波士顿搬到里斯本2年，大概省了7万美元，这都是估算哈。时间自由以后，没有去买奢侈品，奖励自己各种情感补足，不去那种高档酒吧连酒都不喝了2年省了2万美元左右。可以去周中冲浪、采蘑菇、赶海，可以自由休长假，可以跟家人在这个机票酒店最便宜的时候去出行。像这样子获得的这种生活品质和情绪价值，大概估个价7万美元。身体健康，皮肤发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姨妈都正常了，真的今天就准时来了省了很多这种美貌税健康税等等。这个我估了8万美元，有很多同学评论说至少不止8万美元。然后还有状态好，能够吸引并且维持更优质的友情和爱情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没
有想到，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是全身散发着毒气但是在这个放松下来有心力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吸引到更好的东西哈。大概8万美元，这个也其实是估算算。以上总计38万美元2年，大概相当于每年的27万美元的税前工资，是赚了，我觉得好富有的感觉。对啊，而且因为大家很多人没有考虑到，就是这个内耗是一个很贵的东西，非常非常的贵，真的对啊，非常贵。对，皮肤啊、身体啊、你的情感啊等等，对，是啊，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时间其实可以换很多东西，千万不要只把它当做金钱的来源。对对对。下一条我想说，其实是今天早上正好我父母跟我发短信的时候，突然灵感来了。就是我发了一个视频给我爸爸妈妈看，那个我现在的客厅有多么的美好。他们看了以后的唯一反应就是地毯太脏了，地毯容易吸灰，因为我们家很多地毯都是摩洛哥式的那种手工地毯，确实上面全是沙，永远吸不干净的风沙。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我发了一个视频讲述我的客厅有多么的美好，我爸的反应就居然只是地毯太脏了这个非常能够展现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很多这个老一辈或者说包括我们的同龄人，我发现身边也有对于家里一定要干干净净或者车上一定要干干净净的这种追求，有一种过头到什么程度，就让我觉得他们是围绕着这个家的干净在转，或者在围绕着这个衣服的干净、车的干净在转。就像刚才说的，不要让生活来过你。对对对，就变成了这个家的清洁度和车的清洁度的奴隶。是我以前一个学生，他去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校面试，他才几岁，当时别人就说：“那你妈妈、爸爸在干什么？”他爸爸上班，那妈妈在家干什么呢？想了半天。拖地，My God， 真是现场。对啊，真的是今天擦1楼，明天擦2楼这样。是啊，真的是对。什么地毯不干净啊，猫不干净，狗不干净，对，植物不干净，什么都不干净。你这个不能有，那个不能有，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太不干净。对啊，你可以住在那个 operating theater 里面，对不对？所以我无毒的，然后出去之后你就中毒。对对，就那个在家里面过度的那个喷消毒剂啊，这些其实把自己的免疫力这些都给 compromise 了。对，现在孩子当中幼小的孩子当中过敏源越来越多，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像在美国很多托儿所、幼儿园都是需要什么无花生环境，鸡蛋、花生都不行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孩子在这样过于干净的环境当中，反而过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是说一定要把家里搞得不干净，我的观点是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干净，但是你的换取来的就是更有生活的这个氛围啊，包括你更能，比如说我们家一到夏天就全是沙，因为我们整天去沙滩，就算我跟我的伴侣2个人可以弄得稍微干净一些，我们的狗狗身上全是沙，它的肚子上面永远沾着这个掉不下来的沙子，但是这是一种生活的快乐的象征，不要因为沙子很无孔不入就不去沙滩吧，对不对？象征性意义的啊，对对。对这个生活环境太刻意的要求，我觉得也很累。对对对，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过度的执念，其实就是变成了脑海当中的很多不开心。是，对，因为动物毛发就觉得它们脏，就没有跟动物之间的这种建立不了这样子的情感，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我觉得我身体这么好，就是因为我整天亲我的狗，然后它整天在街上这里闻那里闻，然后间接就把我的免疫力也带上来。对，影响生活的那种对于清洁的追求，一定就是要尽量避免，因为它最终会变成心理的这个问题，对，包括感情上的问题。对，没有说让你把家里面变成一个像战场一样那么乱，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定的，你可以收拾嘛，然后你可以就是也可以放松 relax 几天，就是可以过一个就是比较不羁的那种生活几天，我觉得是 it's harmless right。 对，没错。下一个这个很好哈，很多先苦后甜，好东西留着到最后再用。用了吗？老爸你用了吗？新鞋子穿了吗？皮装穿了吗？家里的海参吃了吗？
那瓶那个洋酒都对坏了。对，我想问问 Ella， 你小时候吃饭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最爱吃的是红烧肉，然后你的面前有米饭、有蔬菜、有红烧肉、有汤，你会在什么时候吃你的红烧肉？我绝对是第一个先吃，真的哦，我一直都是这种性格。那说明你没有延迟快乐的能力。没有，我是因为我怪不得你一开始就是自由职业者。没有，我从小可能就是不愿意听家里面的这样子，他们总是跟我说要先苦后甜，要先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我凭什么要先苦后甜呢？我要对啊，通常就是喂我药的时候，我要先吃一颗糖，然后我才能吃得下那个药，要不然我会。你是反过来的是吧？而且我也不知道小时候是谁给我灌输的哈，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如果说碗里面有3个大虾，和其他的一些配菜和米饭，我真的是会把3个虾放到最后吃的，哎，很多人都这样，很多人是这样。但是你长大了一些发现，哇，尤其学了经济学以后，你会发现太他妈不合算了。对，就是你是在最后已经没有这个 marginal 去体验这个接下去的下一口的这个快乐的能力的时候，因为你已经饱了嘛。对，你的下一口对你的这个快感已经不多的时候，你再去吃最好的东西，那不是浪费吗？是。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如果你要最大化你的快感，确实是应该最早吃。但我现在的这个，因为还有这个延迟快乐的概念哈，就是说，学会或者说会延迟快乐 delay satisfaction 或者 delay gratification 的人更容易成功，你知道吗？因为他能够先苦后甜，所谓，所以确实是老人说的这样的话啊，有一点点的智慧在，可能也就这么一点点。所以其实可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吃一口饭，吃一个虾，然后好细细的品尝，慢慢吃，然后再吃一口饭，再吃一口虾，这样。对，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artist， 他做了一个就是好东西不要留到最后的一个 video，我觉得让我非常受益。就是有的时候你一件衣服你留到说什么场合再穿，你有经过那个特殊场合吗？没有，对不对？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刚买来就穿，对，因为很有可能你之后如果说一推再推的话，就是压箱底了，都过季了。对，包括化妆品，我真的说实话，很多化妆品好的都过期了。是，对，什么太浪费了。对，鞋也是在该享受的时候没有享受到，或者因为你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嘛。对，这是一个不能去 predict 的一个。没错，我其实有分享过，我身边有同龄人突然离世，我一直很担心这一天的出现，就是因为它会给我再次敲响警钟。我之前就已经对生命的这个终止有很多的思考，但当你身边没有这样子具象的表现的时候，你也很难真正把这个放到上下文中来，对吧？但是当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突然夜间心脏病发离世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到底怎么样去花我的钱？在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年人生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做出现在的这个决定，让我最终不会后悔？很难很难，这是一个变量太多的这样一个考量。但是你不能不去思考这件事情。对，今朝有酒可以今朝醉哈。对，因为你还在嘛，你还健在的时候，你这些东西是可以再挣的，实在不行还是可以用时间换钱的。对，有的时候要想开一些嘛。对，而且就是有什么衣服马上就穿，然后有什么买了鞋买了包，第二天就用，就今天就用。对，你才会有你的那个愉悦感会增强。对，我之前也分享过，就是花$1000去升舱哈，几个小时就用完了。确实你会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但是你绝对不会在之后后悔，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还挺启发我自己的。就在花这笔钱之前，我也会犹豫的，我真的会犹豫的。但是花完之后，觉得还是很开心的，虽然只是6-7个小时，平均每小时，算了，不要算。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家长的一个就是同向思维哈。像我妈他们这一辈呢，他会觉得如果你们去吃buffet 那个自助餐，他们会去挑最贵的，就先把最贵的吃一圈。蟹脚嘛，一般都是。就算自己不是很喜欢吃这个，但是他说这个生蚝肯定是最贵的。对，但是呢，像我先生他就会去吃自己爱吃的东西，然后我妈就会看了就跑去吃那个面包，那个面包才多少钱呐？太对了，因为我前几周就有跟这个家人一起去吃里斯本新开的这个 buffet 自助餐，也是像国内那种金钱豹很类似的，有很多东西，但是海鲜是最这个亮点
点的哈。我们去吃的时候，确实是11点钟一开门就去，东西最多的时候，因为喜欢吃海鲜，所以我们去拿很多蟹脚啊等等，然后包括可能你吃海鲜的方式是不去配饭，对吧？有些人是拿寿司，我是从来不拿寿司啊。但是你看到旁边那些外国人，确实很想得开，他们到海鲜自助餐来吃什么面条啊、炒面、寿司啊，对，吃2道就饱了。对，你看到他们的盘子真的是就是有点好笑，对对对。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也是觉得，哎，这种很放松的，这种才是真正的松弛感，对不对？对，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对，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个钱给他没有这个想法，他想了很久，他没有想过这个，他没有想过这个，他觉得难道我不是先 enjoy 自己吗？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看到那些外国人，我觉得松弛感是有的，就是品味差一点。但是我的 partner 很有意思，他也是外国人，但他就学会了，他跟我们一桌吃，他说是这样子，他天生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其实可能跟这个一个人天生是怎么 wire 的，就是脑袋里面的电线是怎么排的。对对对，我们 Asian 有我们的这个 typical 的那个 wire 的方式。对对对。那下一个，其实我们在之前11集也有讲过，就是我们其实都是父权主义的受害者。这一个陈旧观念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或者说“男子汉大丈夫”。这些对于男性很点的这些要求塑造了一个一个的这个看，就是现在有一个讲法叫做中肯，就是中国的肯，那个芭比里面的那个看。I see。他们都是哪里来的？它不是凭空造出来，是文化造就的。对，当你把所有的这些男性都压制的说，你不能哭，你不能怎样，你一定要坚强，你一定要这个好战，有勇敢。造成的结果，对啊，这个心理你看好几代的不健全，然后再把这几代再往下遗传，我觉得这个好可怕的一个现象。说实话，真的儿子女儿都会受影响。是作为这个儿子的父母我尤其觉得他们的负担很重。对，其实还是会听到的，比如说我学生多嘛，男孩子较多，都是一开始一上钢琴就哭啊，然后这就别哭啊，男孩子哭什么哭？对，我就会觉得就是他也有这个宣泄情绪的这个必要。对，然后而且很多人都是，哎呀，你是男孩子，你就要做怎么样，或者是家里面特别是有哥哥和妹妹的，这点上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会敲一个警钟。有的时候我没来得及跟家长说，就会说什么千万别像妹妹那个样子啊，或者这样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对，或者你又不是女孩，然后这个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挺危险的一个比较，我觉得亚洲家庭是需要反思的。这句话很容易说出来。很容易，对，因为在小孩哭的时候，你肯定是想让他不哭嘛，对不对？你有一个想帮助他的这个愿望，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要问一下自己，我有没有，是不是有必要让他把这个情绪宣泄出来？对，他哭是他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渠道，他那个当下是找不到比这个哭能够宣泄的渠道。作为家长，在这个情绪疏导上面，一定要多参考，然后多自审。太对了，我再一次让我觉得。我们怎么都是这么有信心的就成为了别人的父母呢？太难了这件事情，对不对？对，我那天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跟我妹妹，我们是在非常好的家庭出生的，父母非常恩爱，从小没有打过他们，就非常的就是好的教育，良好的这个成长环境。他说他现在才觉得这种家庭是极少数。他从来他一直以为大家都跟他们是一样的，他都几十岁了，他才会发现原来这种家庭是占非常少数，大部分的人都是父母不健全的。他没孩子，他说这个父母必须要考核，对，然后执政上岗，对，要考核，考了一段时间还要补习，要上课，然后所以这是他为什么就是他自己选择，对，他因为没有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有孩子，对，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些都是醒过来的人。我觉得像这种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男子汉大丈夫这样子的思想所教育出来的这个男性他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并且这些后果是所有人在承担，包括我们的这个女生作为他的潜在伴侣都在去承担。因为这样子的男孩子他往往有非常非常缺乏一点，
就是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他甚至说不出来自己在体会着什么样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把自己和内心整个切断了。在我的眼中，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要解决的话，可能眼前的这个需要做的功课是5到10年至少。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要求，社会上对于这个男孩子男性化特征的要求，我觉得毒害真的太深刻了。对，不仅影响这个男生本身的生活质量，影响这个他未来这个伴侣对伴侣的生活质量。刚才Ella说到了要让孩子哭出来。这个哭一定是有非常大的益处，其实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他现在不哭的话，以后要哭，然后以后就会变成毒，就会自己把自己给害到，以后就变成什么暴力啊，对，还有就是什么吸毒喝酒啊，对吗？对，变成自残啊，或者那个伤人啊，或者是自恋者人格障碍、边境人格障碍、分裂障碍，这些真的是都是小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情感上面无法宣泄、无法得到正确的一个向导的情况下造成的。父母可能觉得他不会记得的，或者怎么样，这个他没有这个拥有情绪、表达情绪的能力。对。那最后一个，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哈，可能第1集可能就讨论过了，就是不婚不育保平安。这其实好像也不是很旧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思想。当然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当中也不会有太多人把这个真的奉为真理，但是我想说背后它所代表的那种比较绝对的这种对于婚育的看法不可取。虽然我们俩都很现实，都觉得生活当中感情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和代价，对，但是一份好的感情，一个好的伴侣的关系能够给我的益处确实是单身的时候很难去获得的。有些人说你花钱买都能买到但是我真的觉得有很多事情不是钱可以买到的。比如说在我的这个恋爱关系当中，我现在觉得2个人比1个人多出的一些最大的要素一个就是获取新的体验的这个密度和速度，包括我们可以一起去冲浪呀，可以一起去乡下买房子翻修啊，可以开一家公司做创业呀，甚至可以是包括买辆车，都是对我来说我一个人做不了的事情。我没有驾照。而且在东南亚时间不够长，没有这个信心对吧？我们当时车买回来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没有停车位，那个时候现在有了。也不知道去哪里充电，就在没有停车位也不知道去哪里充电的情况下，我们居然买了一辆全电车，你知道吗？就很多人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对，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连这个本地的这个汽车的这个保险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情况我都不知道，但是就是在2个人在一起搭伙了以后，你好像觉得彼此会给对方一些勇气，可以觉得是可以分担这个责任和焦虑的毕竟2个人可能各有所长，或者说至少也是有2份苦力可以去做。对，所以说那个 running a family 就是一个 running a business 这个的，对，互相成为了这个里面的合伙人嘛。对，合伙人。所以搭档，我觉得如果能够一起做事，一起完成一些1个人做不到的事情，确实是非常非常多价值的。对，很多时候有一些陈词旧语，就是为了过度的保护自己，对不对？对，过度的把这个外界，比如说之后还有一些什么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呀，这些都是好像把自己包起来的一个。英语当中有一个词叫 wall off，right？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那个墙都建起来了。对，听上去好像很潇洒，说不婚不育保平安，实际上是一种恐惧了，是一种逃避。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所有的关系都是坏的，而且有很多关系，当然关系你自己一个人也会遇到，就是优势和自己一个人的就是劣势嘛，挺自由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也会想的。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时候，挂一个这个浴帘然后都要自己弄好久，就是这些是完全是2个人如果有一个当然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个互相可以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不要有这种生活上的恐惧而不去尝试。
对敢爱其实尤其在一次次被伤害的时候，因为爱是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怕也是最可贵的事情。对，这个会让我想起来我母亲他们那一辈的，就是年纪他们已经都是60多岁的女性了，像很多也是离异了的，或者是伴侣去世了。他们会说比如说我让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在找，他们会说我去哪儿找？首先是我去哪儿找，第二个我就说我不要找一个人，我要来照顾他的。就是这些我觉得非常的现实。我就在想，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是别人要来照顾你呢？对不对？所以就是或者是要找一个身体要非常好的，有没有儿女怎么样啊？就这些是就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就是考虑吧。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可能是好就是好在自我保护嘛，觉得我没有这个麻烦了，我找一个老头我还要来照顾他，这就是我妈经常说的话。然后但是在同样的过程中你也失去了很多机会，万一就是你遇到一个这个人是真的非常善良非常非常可贵，然后万一是他在生活中照顾你呢，对不对？你不能永远保证你就永远病不倒，然后永远是自己要去照顾别人的那个角色。对，没错我觉得客观的这种硬件条件在我们父母这一辈确实是需要考虑到的哈，因为很多这种浪漫的成分确实是淡化了。但是你确实要看到多种多样不同的可能。我也不觉得大部分的关系是一方去照顾另外一方的，更多的更稳定的关系肯定还是互相照顾的，对，互相扶持。对。而且说实话，到了那个年纪，你也不用再结婚，对不对？这试错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你就这个在一起就好了，搭个伴我其实身边也有朋友，父母离婚比较早的，成年了以后看着自己的母亲去一次次的去寻找新的这个伴侣哈，像这样子的这个伴侣的结构和模式，确实还是挺新颖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男方可能是没有钱的，或者说需要靠女方养的，但是能够给他一些陪伴的，或者说男方只能陪女方做一件事情的，比如说什么打麻将，或者说运动，或者说他只能够照顾到你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的需求，但是你还是可以选择跟这个人暂时在一起。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年纪大一些的可能也是蛮解放自我的这样一个择偶的状态哈。年纪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要选一个好的，尽量选一个好的可以过很长一辈子的但是再怎么说，退一万步说，这个不婚不育保平安是一个很绝对的很cowardice 的，对吧？就很胆小的一个做法。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爱的勇气。对，我觉得就是就要也在生活当中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尝试了很多这个经验，就是做人的这一生的经验。对，三毛不是说过他过一辈子是人家的几辈子吗？对，太对了。但是我们好像说了一大圈，也没有说到育这个字。Yeah， 因为你是很确定的，对，我是确定。对，我觉得我跟你的区别可能在于，我还是喜欢小孩的。你如果知道自己不爱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空间了哈，因为代价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我确实是喜欢小孩，我的伴侣也是，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犹豫。现在可能是49%偏向想要，51%偏向不要，这样最终还是觉得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太大太不可逆了。也不是说害怕踏出这样的一步，而是觉得不想要这样的改变。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我个人是在这个繁殖自己的这个后代是有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我可能更偏向于，如果我真的是60、70岁非常富有的，我可能会选择领养啊这些，这是我非常愿意做的。但是当然要在我的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说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身边的人非常反对这个想法，包括我自己的妈妈，就是她领养嘛，领养，她会说一定要自己亲生的才是好的。她决定她看到很多领养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可能，尤其说就是领养的时候，如果孩子年龄越大的话，他已经有的这些创伤就越难以去抹去所以确实有这样的讲法，就是如果你想要领养的话，越早越好。对，就从那个 baby 那个开始。对。但是我个人对这个领养倒是非常的好奇。而且就是非常开放。对，因为你对于这个 caregiving 完全是另外一种 approach， 对吧？你根本就不是说我要复制我自己的 DNA， 好像要光宗耀祖，没有一个正常的优秀的小孩，是没有宗可以光。
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同意，因为我说实话也会有人觉得，哎，你们条件这么好，我自己看看我和我的partner，我也觉得如果从那种优生优育的角度，肯定是生出来的孩子肯定是非常的这个领先别人很多步了哈，但是我真的觉得一点这样子的想法和欲望都没有，我觉得别人有是一件极度奇怪的事情，一定要复制自己的 DNA， 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啊，无法理解。我大学的时候学过一门进化心理学，就说人的本质的这个深层的这个需求，确实是要复制自己。成吉思汗吗？对，我是真的觉得可能就是有很多这个高级的人性已经把这些很深层的这种原始的野性给覆盖掉了。我一点都不觉得，就一点都没有想要复制自己的冲动。我甚至非常反感，就是对这个复制自己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原因去复制我自己。对，然后很多很理解，而且很多家长会说啊，你们就是生个混血多可爱。然后呢，什么欧洲护照啊，什么聪明啊，对啊，爸爸那个又聪明，妈妈又有什么艺术才华呀，对吧？对，然后呢？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是因果关系，对，完全我一点对这个我会觉得这个脑子转的不一样，是，所以这个就挺让家里面人失望的。但是我也没办法为了这件事情而改变自己，没错。对，我甚至有朋友在有法国朋友在男孩子在中国就是教书的一段时间，他说会有女孩子突然在咖啡店上来跟他搭讪，说跟他生个孩子，对，我愿意跟你生个孩子，因为我想生个混血，然后something seriously wrong， 而且很多他找他的不是一个，所以他就把这个当成一个事情来告诉我。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就直接上来就搭讪，然后还要留他电话呀，留微信这种，我觉得我不能想象，这混血到底是一个虚荣心，还是一个什么3个混血儿的妈妈，5个混血儿的妈妈？对，这种小红书的人设我也看不下去。Yeah, I don't know，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toxic， 混血难道就要比纯种的就是要高级吗？就是稀少还是怎么样子？对，这个也会触到我一个就是会觉得让我很不舒服的一个点。对，我可能会比较极端在这个问题上面。进化心理学里面有说到一点，就是为什么混血可能确实是比较的优质，就是因为你如果离得越远的 DNA 你结合的话越可能更健康更聪明，这是有道理的。这个狗里面也是一样哈，你要那个纯种的话就很容易各种各样毛病。对，哈士奇。对，越是这个杂种它越活得长，对，死掉。对，它的那个对它身体比较好，是的，对，是这样啊。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包括它长得确实很好看啊等等啊，也是因为 DNA 离得远嘛。对啊，这是很有道理，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就是还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所以呢，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画任何的等号，或者说能够推导到下一句我应该要生个孩子。对啊，我觉得这个如果就为这个原因去繁殖的话，我觉得太悲惨了。而且我觉得我身边我有2个混血好朋友，他们对自己的这个identity 是非常痛苦的，极度痛苦，就是他觉得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的人，觉得自己不被这个地方接受，又觉得自己没有到了在那个地方也是什么混血呢？一个是中国法国，然后一个是中国英国，并不快乐。他们现在都是跟我一样大了，也是成年人，然后甚至自己都有小孩了。有一个，他对自己是非常有很多的疑问。然后这个他就是小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夸他们姐妹非常美，他就是小的时候那种洋娃娃。然后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就很多人找他们拍照。对，然后所以但他现在并不快乐，他同样的有很多的就是问题。是我不愿意去做一些很主观的推断，包括我们之前说的 judgmental 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但是有的时候我不免心里会打问号，看到有些年轻人生了孩子或者到了什么年龄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会打的那个问号就是他们是不是缺乏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而需要去补充，通过生孩子这件事情把自己忙起来啊，或者说让孩子变成自己的生活的意义啊，这个在我看来是让我有一些这个不寒而栗的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偷懒的做法，是一个错误的解法啊，千万不能够
一样东西来代替你寻找意义的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暂时的解答，这对于孩子也是不公平的。对，所以我觉得生孩子的人是勇者，不生孩子的人也是勇者，因为你没有一个外在的答案帮你去占据你的空间，占据你的时间，占据你的大脑，你反而要自己去寻找没有这种传统的这个生育，没有传统的这个家庭结构。你的人生目标和意义在哪里？说的太好了，你这句话。所以不婚不育保平安确实是一个很 mix 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思想哈。具体大家怎么样去做自己的解读，做自己的思考我希望大家做一个参考，做一个陪伴吧。对。那我们今天分享了11个让我们有一些不寒而栗或者说这个咬牙切齿的成就思想，不知道大家跟我们有没有相同相反的想法呢？有没有补充？对，欢迎跟我们交流哦。对，给我们留言。谢谢大家，下期见，拜拜，拜拜。